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蒋介石集团的国民党军发起了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大决战。11月2日，第4野战军占领沈阳，东北全境解放。与此同时，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外交战线也开始了破冰之旅。大使先生，大使先生，傅先生，大使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行，事情紧急。大使先生，亲爱的傅，出了什么事？大使先生，您看看这个，中共的军队闯进了我们沈阳总领事馆。马上回电沈阳总领事馆，此事涉及到美国的尊严，绝不让步。这萝卜货就是不一样啊！出警！你就是瓦尔德先生吧？给你一个提议，你们警卫的枪里最好不要装子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接管了沈阳，会保证你们所有外国侨民的安全。你们的武器万一走了火，会给自己带来危险。Okay, guns down. Guns down. You are?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伍修权。Nice to meet you, General Wu. As Consul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Shenyang, allow me to register a stern protest with you. 对不起，瓦尔德先生，你的美国总领事身份，目前我解放区政府不予承认，所以你没有资格对我提抗议。All right. General Wu, let me remind you that the radios here are the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m not entitled to hand them over to you without the express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confiscate our radios, we will not be able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瓦尔德先生，你太健忘了吧？我方于16日对各国领事馆发出通知，并不是说要没收所有的电台，而是暂为战斗。一旦战争状态解除，会立刻公布。至于你说的与外界联络的问题，我们也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重要的电报由我们审查批准以后，由新华社代发。I am sorry, General Wu. I am simply not able to hand them over to you. 好，那么瓦尔德先生，我想再提醒你一下，我方发出的命令以36小时为极限，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明天中午1点，如果你们还拒绝交出武器，我会派人来取。这个武大胆儿，这回啊是铁了心要摸美国人的老虎屁股。主席呀，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个领事馆里所谓的很多外交人员，都是美国中情局和军方的特工人员。回电伍修权，我解放军政府与美国政府目前并无外交关系，因此，就领事馆在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均不承认。大使先生，傅，什么情况？中共方面说，如果明天1点之前交不出电台，他们就要采取强硬手段。真没想到，第2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会发生在我的任内。白宫很关注此事，杜鲁门总统今天就要召开紧急会议，
你跟这个人联系，告诉他，我会写一封信，让他亲手转交给周恩来本人。好，我马上去联系。吴秀贤发来的电报，说美国总领事馆提出抗议信了，说电台属于美国政府的私产，它的保管和使用权必须归总领事一人负责。美国人的算盘打得精啊！他们采取强硬态度，阻止军管会没收电台。如果我方让步，必然这些西方国家的气焰就会大涨，就会得寸进尺。那我们今后的外交也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但我军管会人员强行进入领事馆没收电台，那美方必然会借此事在国际上大造舆论，攻击我解放区政权，掠夺外国财产，必然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也不利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也就是说，这一局的博弈，无论是什么结果，美国人都要当赢家。哼！看看这封电报，什么时候到的？就在刚才。重新谈判的时候，我见过斯图雷登。哼，这位燕京大学的老校长，放着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不做，非要去趟这滩浑水，可惜了。是啊，这个斯图雷登啊，在我们中国多年，很善于把握时机啊，他也想借此事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对不起，这个机会啊，我们现在不能给他。贾英啊，哎，主席，给武秀全发电，梅林馆拒不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美领事馆搜查及强取美国政府财产的两种结果。我之对策，应当立于主动。如该旧馆人员拒绝交出，我们即实行全馆检查。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美国旧领事馆人员，只当作外国侨民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并非正式往来。报告武司令，一共收缴9台无线电发报机，其中7台便携带式，此外还有部分手摇雷达和辅助设备。I protest. I seriously protest. 我再次向你们提出严重抗议。 Press conference and invite reporters from all the countries in Shenyang to expose your atrocities to the world. 好，瓦尔德先生，我完全支持你的建议。 What? 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可以共同张排，来的记者越多越好。 What did you say? 说什么？ You will also hold a press conference? 新闻发布会。没错，而且我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把这些电台全部展示出来。我想请您回答：一个领事馆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电台？你们到底用这些电台都做了些什么？另外，我还邀请了你几位朋友，把人带上来吧。怎么样？这几位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佐佐木宏金、吴仁杰、郭延仓，都是你领事馆的常客，也是你瓦尔德先生的老朋友。我今天才知道，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国民党保密局沈阳站顾问。我想把他们也请到新闻发布会上，让他们也讲一讲。Well, General Wu, 好了，吴将军， if I have offended you, 个人的冒犯之处， please forgive 还 me. 请您原谅。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General in Shenyang will accept any punishment from the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 武司令，何子峰前来报道。欢迎欢迎。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听说了，
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手里掌握着一名王牌特工，此人的保密层级为最高级别，知道他的人，算上毛主席、周副主席，最多也不超过5个人呐。您现在是第6个。快请坐，来，请坐。子波，保密局沈阳站这次全军覆没，你立了首功啊！我代表沈阳人民谢谢你。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一醉方休。顾司令，这个酒啊，您给我留着，等我回来，我们再一醉方休。你要走，去哪儿啊？淮海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我如果再不去的话，可就赶不上了。是这样啊，那就不用着急了，你就踏踏实实把这个庆功酒喝完了，我派人送你。不过，不是送你去淮海。周副主席来电，点名让你去西柏坡，向中央外事组报道。中央外事组，这个绿头苍蝇，没想到这次任务啊，还真的藏着一个共党分子。你的这位德国同窗，还真的藏得很深啊，害得我被蒋公子骂的是狗血喷头。明天，请你告诉我，你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吗？属下不知，我跟他只是曾经。我知道你跟他是10年前党国派往德国受训的同窗战友，党国信任你们，精心的栽培你们，可是他居然背叛党国，背弃信仰，真是可恶之极。请您息怒。明天，现在我们俩的脑袋都拴在了委员长的裤腰带上，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你我全都吃不了兜着走。卑职明白。明天，你再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请局座放心，我海云天对党国的忠心，天地可见。好，好。海云天，我命令你，现在启用你这条线，为了党国的大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周副主席，你们就再考虑考虑。没什么可考虑的。怎么？你是嫌现在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屈才了？没你在保密局的位置高，那你回去吧。不是，周副主席，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是说想问你要什么职位，我的意思是说，您就算不让我上前线，您好歹把我这军装也给我留下，行吗？子枫啊，不要小瞧外事工作，做一个外交官，就是个不穿军装的军人。我跟嘉诚同志说好了，开个欢迎会，欢迎你入列。今天啊，咱们外事组啊聚个小餐，主要是欢迎何子枫同志入列参加我们的工作，大家欢迎。大家好，我是何子枫，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子枫，走。子枫同志啊，和熊向晖同志一样，都是我党潜伏在隐蔽战线的一员干将啊。子枫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外事组的同事，这位是张文静同志，欢迎，你好。那位是张汉福同志，你好，欢迎。你好。这位是王炳南同志，你好。你好。这位是乔冠华同志，本人就不用介绍了。我跟子枫是老相识了，是吗？没错，当年啊，老乔在德国图林根大学读哲学博士的时候，我还经常去他那儿请教呢。你可别信这小子，
他哪里是向我请教啊？那个时候啊，我写国际时事评论，我只要一发表文章，哎，准跑到我宿舍里去，把我那点稿费啊实行3光政策，吃光、喝光、花光。哪有？周副主席。哦，李月啊，哎，你们外事组晚上不是聚餐吗？你怎么还没去啊？我搜集了一些外国媒体对沈阳事件的反应，主席让我尽快翻译好，给他送过去。翻译好了吗？翻译好了。我正好去主席那里，我帮你带过去。啊，快去聚餐，去晚了什么好东西都吃不到。是，快去吧。好。龚大姐啊，咱们也不是外人啊。当年在重庆，我奉戴笠的命令，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监视和跟踪你啊。你当时所有的行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吗？我当时是知道有特务一直在跟踪我。哦，原来是你啊！哎，我告诉你啊，他可是在德国受过盖世太保训练的高级特务啊。哎，我跟你们说啊，当时我们龚大姐啊在重庆啊，那可是殿堂级的人物。每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那说可都是有理有利有节啊。我还记得啊，当时有几个美国记者，这整天就是围着龚大姐身边转。哎，这要不是我知道老乔跟龚大姐约着会呢，我这都差点爱上龚大姐了。老乔早就跟我说过，说你小子油嘴滑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林月，来，快坐，快坐。对，坐，小林。林月啊，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是何子峰同志，子峰啊，这是我们的翻译啊，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啊。你好。你好。你们认识啊？行，小林，以后啊，大家就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有的是机会说话，今天你先吃吧啊！来，赶紧吃点。咱们今天啊，以水代酒，欢迎何子峰同志入列。来，好，干杯！来，欢迎，来，欢迎啊！阿月，我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我挺好的，谢谢。当年的事情，我还欠你一个解释。不用解释，现在你的身份已经解密了，我完全理解你当年的苦衷。但是有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子枫，我结婚了，爱人是不对的。是该结婚。能看你平安回来，我替你高兴。我先走了。阿月，我祝你幸福。1949年元旦，正当西柏坡居民载歌载舞，迎接新年到来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盘踞在淮海、平津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美军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他们虽然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动枪。打开它，听听也无妨。知道什么叫知耻而后勇吗？给我拿杯酒。父亲，您平时不是不喝酒的吗？今天例外。父亲，新的一年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保住划江而治的半壁江山。划江而治，半壁江山，可满足不了他毛泽东的狼吞虎噬。父亲，依金国拙见，目前中国的这盘棋，并不是我们与中共的角逐，实际上现在是美国、苏联那两股势力在中国的角逐，他们是想得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你在俄国待了这么多年，凭你对斯大林的了解，你认为他和毛泽东会搞到一起吗？斯大林这个人，应该说是高深莫测，他的所有行事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牌。但是，依金国之见，毛泽东其实不是斯大林心目中的中共理想的人选。原来啊，关于我访苏的事情，莫斯科有没有什么回电啊？还没有，我已经交代林月了。苏联一有电报来，第一时间交给我们。张主席，主席，斯大林同志回电了。哦，怎么样？斯大林同志定下我访苏的日期了吗？斯大林同志说，中国革命正处在决定性的关头，您作为最高统帅，不宜离开。斯大林还是对我们有看法。他在好几个场合公开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主席，苏联政府还传了一封国民党政府给苏共的信，以及苏共中央的意见。这个斯大林同志啊，建议苏联拒绝国民党的建议。我们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在当前的形势下，再采取这种回避的手段，只会是弊大于利。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Мао Цзэдун не очень доволен нашим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ями. Он только и ждет, чтобы поскорее получи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И даже не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есл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и друг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открыто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е Гоминьдан, вмешаются в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в Китае, это отразится на все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лагере и может обернуться катастрофой. Значит так, отправляем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телеграмму, что я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гласен с его точкой зрения. Ты, Микоян, вместо меня едешь в Китай и лично доложишь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о нашем плане. Срочно! Слушаюсь,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Пиздуй.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мы же эти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не судят!
наш посол в Китае, товарищ Рощин.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Мао Цзэдуну доверять нельзя. Есть основания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он станет азиатским Брос Тита. Я разберусь с этим отчетом. Я ознакомлюсь с отчетом. А ты передай товарищу Рощину, чтобы следил за ситуацией в Китае. И в случае каких-нибудь изменений срочно докладывал лично мне. Хорошо, товарищ. Свободно.父亲，静儿，父亲，您真的决定要下野了吗？来，帮我看看这份下野的文告有何不妥之处。父亲，我不想干。您觉得他李宗仁能收拾得了这个烂摊子吗？历史上本来就有于陶唐推位让国之佳话，我现在也确有让贤之意，就看他李德林是否有得贤之心啊。父亲，这可不是让贤的问题。这关乎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前途，这件事情，经过恳请您再三思。现在这个李德林正跟斯托雷登密切的接触呢，美国、苏联、英国，他们三国都准备出面调停我们现在所谓的内战。这一切就让他李德林去应付吧。他以为毛泽东能听他的？毛泽东就可以不打？毛泽东就可以不过江吗？您能再考虑一下吗？我意已决。父亲，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36计，最后一计。擦干你的眼泪，马上去台湾，协同陈诚一起布局。另外，把中央银行80万两黄金运往台湾，以备最后不测之忧。知道了，父亲。龚鹏同志，如果说起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你也应该算是开拓者之一啊。哎呦，主席，我可不敢当。抗日时期，你在重庆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官嘛。我去重庆谈判的时候，不都是你负责安排我去见了很多重要的外国客人吗？主席，我们那时候的外交啊，也就是半外交。很多外国记者啊，都把我称为
在野党的发言人。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很快就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要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办外交。我找你来，就是想听一听你对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有什么想法。主席，您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那咱们说具体的。你对我们目前已经公布的外交政策有些什么看法？我觉得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必须的。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不可能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那些旧的外交关系。但是另起炉灶，是说国民政府里的那些外交官员我们都不能用吗？主席，主席，苏联的米高扬同志马上就要到了，郑副主席请您过去，说有要事相商。你看看，刚开始就打断了。好，咱们以后再说啊。好的。哎，龚鹏同志，你对外交方面有些什么想法，随时来找我啊。好的，主席。Я получил поручение от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Во-первых, поздравить вас с одержанной победой. Во-вторых, выслушать мнение ЦК КПК 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о следующем шаге в развитии ситуации. 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感谢斯大林同志派米高扬同志来到我们西柏坡，和我们一起研究问题啊。На этот раз я привез с собой лишь свою пару ушей и не обладаю решающим словом в обсуждении. Надеюсь, вы меня за это простите. 米高扬同志啊，随着我们的解放战争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但是我这里说的朋友呢，是对我们抱以同情、支持和理解的朋友啊。我们有句老话呀，一个好汉，三个帮。中国革命需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因为我们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嘛。Теперь, когда ваша партия получил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насч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喻成一个家庭，这个屋子实在是太脏了，柴草、垃圾、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啊！解放以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于从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的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当然了，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一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清理工作。但是别的客人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Метафора товарища Ма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 А позвольте узнать, какому типу гостей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ССР? 当然属于可以先进屋子的真正的朋友。现在啊，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大有人在呀，但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是想进来抓几把，同时也为了把水搅浑，浑水摸鱼嘛。对于这种人，我们是不欢迎的。刚刚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的电报啊，
傅作义将军自今日起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世人瞩目的一件大事啊，我们不能这么悄悄地换防，应该搞一个入城阅兵式。好，主席啊，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啊。咱们既然要搞嘛，就要搞得隆重一点。把咱们缴获美国人的坦克、大炮都给它亮出来。如果搞入城式，那你们说我们的入城部队走哪条路线合适啊？参加入城式的部队一定要经过这里。东交民巷。对，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同英美德日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把天安门东侧的东交民巷划归各国。从此，这些洋鬼子在这里修军事、造碉堡、设银行、成立警察署，这东交民巷就成了国中之国呀。是啊，成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北平的基地呀。我们的入城部队经过这里，就是要振一振我们解放军的雄风，长一长我们中国人民的志气。对，让那些帝国主义者们知道，中华民族任人欺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he tanks and artillery in the film are the latest weapons we sent last year to assist Chiang Kai-shek. And now they're already being used to equip the communists. It's just ridiculous. And the situation has gotten even worse for the past 2 months. We must not allow Chiang to gamble the reputation and the money of the U.S. We must make a decision to give him up. Do you think it's possible for us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Yes. Stalin's secret envoy, Mikoyan, made a secret visit to Shibaipo, though they have not formed any official alliances yet. So we must make our own alliances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you think it's possible?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we got, the opinions on CPC and Mao Zedong are still very divided in Moscow. And the Soviet ambassador in China holds Mao as a tough nationalist and most likely to be the next Tito. The next Tito? Yes. 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я чрезмерно вам благодарен. Надеюсь, эта поездка в Китай удачной? Вы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и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стретился. И 2 дня и 2 ночи провел в лич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с ним. Прошу вас. Ну и что это за человек?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произвел на меня очень сильн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Его прямота превзошла все мои ожидания. Во время разговора он не скрывал чувства обиды на нас. Он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в прошлой борьб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з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линию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Москвой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кадры избрали путь догматизма и нанесли огромный вред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стремлени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наладить 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Китаем весьма искреннее. Он выражает огромную надежду, что под е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ему удастся построить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военной сферах. Как ты считаешь, мы можем ему доверять? Я думаю, доверять можно.大石先生，这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发来的函件。函件上说，中共渡江在即，收复即将南迁广州，希望各国使馆一起南迁。看来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信心守住长江了。北平的林老先生有回信吗？大石先生，还没有。您的这位老朋友林家图先生，确实能联系到周恩来本人吗？应该没有问题。林先生是民国外交元老，在重庆的时候与周恩来的交往颇多，两人私交甚笃。如今他的女儿，我燕京大学的学生林月，就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这条联络渠道还是很可靠的。哦，对了。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苏联大使罗申已经回复了外交部，苏联大使馆将随他们一起南迁广州。你没搞错吧？大石先生，我在外交部有内线，消息绝对可靠。您说，这会不会是罗申自作主张啊？不可能，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斯大林的同意，罗申绝不敢擅作决定。那这个斯大林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一边让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与毛泽东密谈，一边又让罗申带着苏联大使馆南迁广州。难道他想两边下注啊？目前其他大使馆什么态度？大都在观望，但是英法两国明确表示要看我们的态度。电告华盛顿，我们大使馆决定留在南京，而不随蒋介石政府南下。另外，劝告英法等盟国大使馆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好。东进北平了，他要在北平建都。父亲，您冷静点。我如何冷静？前有共军在逼近，后有他美国在掣肘，四面楚歌，有几人能陷于王地而后生？母亲那边怎么样？他在美国的事情办到什么程度了？美国方面已经停止了对我们的军事援助。你母亲几次拜访美国总统，都无功而返，与他前几次在美国时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母亲在那儿待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已打电报让他赶回来，他坚持要在那儿做最后的努力。爸妈，爸！哎呀，女孩子家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啊！在美国留学了2年，回来就更不讲规矩了。爸，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啊？我姐回来了。啊，你姐回来了？嗯，在哪儿？妈，快来快来，我姐回来了。你姐回来了，妈，妈，哎呀，你能回家，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呢？妈也可以给你做好吃的呀。妈，我这次回来太突然了。爸爸，哎，这次我回来还特意给您带了一位老朋友。老朋友，你看。哎呀，周老弟呀！啊，夫人好。您好，周先生好。你是和女儿一块回来的？嗯。那你为什么不进来呢？你们一家人久别重逢，我何必急着进来凑热闹啊？周老弟呀，你做人真是太体贴了。行，走。林老先生啊，不要老先生长，老先生短的。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嘛，咱们之间要兄弟相称。嗯。周叔叔，你还记得我吗？哎，小燕子，当然记得。我记得在重庆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学生，现在都成大姑娘了。我刚从美国毕业回来。周叔叔，现在美国人可都在关心呢，这解放军啊，会不会打过长江去？你说呢？解放军现在呢，就是箭在弦上，这支箭一定会发，就看什么时候发了。报告，我军防区内出现一艘外国军舰。挂的是米字旗，英国的军舰。您报警告，让他们停止行动。司徒雷登托我给转来的信，收到了吧？收到了。今天我来也正是为此事来请教林兄啊。不敢当啊！我现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不，林兄。此言差矣呀，不在其位，一样可以谋其政啊。左翼炮位，开火！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0余发，最后被迫挂起3面白旗，驶向南岸。目前停靠在距我方阵地西南约7000米。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可以肯定，在此之前，为了对付那些可能干涉的外国军舰，前线部队组织指挥员和观测员认真进行过识别军舰国籍的学习和训练。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艘英军军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今年年初啊，美英法3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没想到英国人却先来了。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啊！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2野、3野100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还有一艘伴侣号。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1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是。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是。
Согласно данным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х сил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на британском фрегате «Аметист» 17 погибших, 20 раненых.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кораблем скончался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нений. Подошедший на помощь эсминец «Консорт» также попал под ожесточенный обстрел со стороны Народ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армии Китая и получил серьезные повреждения. Что китайцы сами осмелились напасть на британский флот? Так точно. По приказу Мао Цзэдуна? Как мы мало знаем об этом восточном человеке. У него сильная воля и сильная отвага. 长江口岸的炮声震动了英伦三岛，也震惊了全世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表示，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遭受的最严重的挑衅。皇家海军将对中共的攻击行为进行坚决的还击。父亲，共军炮击英国军舰这件事，您觉得对我们现在整个战局能够有所帮助吗？英军真的和共军打起来，对我们当然是有帮助的。只是这些舆论和英国人的声明，怕是吓不到他毛泽东吧。现在他毛泽东敢下令向英舰开火，就证明毛泽东没把英国人看在眼里。根据最新消息，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由副司令梅登中将率领的伦敦号旗舰和黑天鹅号旗舰全速驰援。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呐。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哼，1860年我们在天津大沽口向英国人开炮，可是那一次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不仅首都北京被他们占领了，而且有着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被他们烧毁了。今非昔比，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各项武装力量迅速撤出中国领水、领海、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主席，周叔叔关于国际社会对此时英号事件最新反映的材料，您看过了吗？看过了。丘吉尔张牙舞爪啊，简直就是个战争狂人。我们绝不能沉默。我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声明。主席，您写的真是有理、有力、有节呀！能被燕京大学的大才女表扬，真是不胜荣幸啊！主席的这份声明啊，非常及时。
不过目前我们中央政府尚未成立与英国，也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我看这份声明，就以作战部长李涛的名义发表吧。可以。另外，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前几天给朱老总写了一封信，希望对受伤的3艘英国军舰给予支援。恩来，你的意见呢？我看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你马上电告李涛，让他们迅速查明目前紫石英号的位置和现状，对于受伤的英国人员进行医治，不得进行人身侮辱。至于如何善后嘛，请前线部队派代表与英方进行谈判解决。好的，总监委建议谈判代表由南京警备司令员兼政委袁忠贤同志担任。袁伢子，湖南的小老乡，黄埔一期的，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你好，你好，请问袁司令长在这边。谢谢。这个位置比较薄弱，如果敌人反扑或者偷袭的话，咱们可以袁司令从这个点进攻。明白。我是何子鹏。周副主席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袁司令，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您以镇江前线司令员的身份来作为这次谈判代表，来和英国皇家海军远洋舰队来进行谈判。我奉周副主席的命令，协助您完成这次谈判的工作。欢迎你，贺子峰同志。请坐。I am the new captain of HMS Amethyst, Lieutenant Commander John Cairns. I bring you a letter on behalf of Admiral Brind,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Far East Fleet. 转交给贵军这封信。你看看。科任斯少校，这封信中说，将在南京展开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高级外交谈判，纯属子虚乌有。我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更不可能有什么高级别的谈判。General Yuan, I was sent here to discuss the release and safe passage of HMS Amethyst. I have no right to discuss the responsibility issues from this unfortunate incident. 无权与您进行讨论。既然如此，我看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紫石英号不可能离开。General Yuan, 袁将军 I assure you that this matter has simply arisen. HMS Amethyst is here on a peace mission. 和平使命。你们所谓的和平使命，就是闯入到中国内河和闯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吗？你们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行为。Please, let me finish. I have come here to secure safe passage for HMS Amethyst from the Yangtze River. I have no right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is matter. 安全撤离长江的问题。我也再次强调，我们并没有外交关系，南京不可能举行什么谈判。唯一的一个谈判，那就是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在英国军舰没有承诺其应负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跟你讨论什么关于其安全驶离的问题。But General Brind made it clear in his letter that I have no right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responsibility. Nevertheless, before I left,
He did ask me to express his sincerest regrets over the incident. 布朗特将军在信中并没有提到英国军舰的侵略行为和应该负有的责任，仅简单一个遗憾就够了吗？另外，还有件事，你得帮我解释一下。布朗特将军在信中说了，说此次事件很可能会引起最严重的外交后果和最不幸的结果。这话什么意思？我可否解释为这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种威胁？ General Yuan, you misunderstand him. What Admiral Brent meant was that such action would cause worldwide attention and prejud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British peoples. It was meant as no threat. 是的，像英国军舰这样闯入中国内河并炮击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严重的事件，一定在世界上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在此，我要严正声明我方立场，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被威胁的。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和3年来与在强大的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战。我们赢得了战争，中国人民有力量，不会被任何外来的威胁所屈服。 Surprising that the engagement ended up in the defeat of the British Army, and in such a short and miserable way. Well, in the past, we haven't known much about the Chinese PLA, but this incident proves that it is a formidable army indeed. Yesterday, Ambassador Stewart informed us the Communist forces successfully crossed the Yangtze River. Cable Ambassador Stewart, tell him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PC as soon as possible. Understood. Yes. 大使先生在楼上吗？ Yes. 谢谢。 大使先生，中共新华社就紫石英号事件发表了一篇评论。他们是怎么说的？围绕紫石英号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同英国方面进行多轮的谈判，但是不管谈判的结果如何，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长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与英国皇家海军 受重创后狼狈逃出长江口的事实，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历史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炮舰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石先生，难道您同意这篇评论的观点吗？夫，你过来看看。 我这一生基本上都在中国度过，这几十年来经历了无数灾难，也见识了无数形形色色的中国军人。但像解放军这样的武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对你们中国人来说，也许一个新时代真要到来了。
现在南京已经解放了，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接管国民党留下的外交部，还有那些没有随国民党去广州的众多使馆和外交官。更重要的是啊，司徒雷登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我们提出希望与我们接触。来坐。我看现在啊，时机已经成熟，要派一个合适的外事干部去主持南京军管会的外事工作。我觉得黄华同志比较合适，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接待过中外记者团和美军参观团，后来又和建仁同志在北平军调处和美国人打过交道。还有一点，他毕业于燕京大学，与司徒雷登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呢。还有主席啊，我想让凌月和黄华同志一起去南京。凌月也是燕大毕业的，而且他的父亲林家图和司徒雷登是好友。此前，司徒雷登就是通过他和谢伟思与我们联系的。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我跟司徒雷登还一起吃过饭，有过一些接触啊。他在中国待了大半辈子，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我讲的是湖南话，居然还能互相对上话，结果呢，我们两个就直接聊上了。负责翻译的龚鹏，倒是在旁边踏踏实实的吃了顿闲饭。司徒雷登的政治立场是错误的，可这个老人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他最自豪的是一辈子做教，而且教出了很多出色的学生。哎呀，他想利用师生的关系影响我们，我们当然也可以利用师生关系做他的工作。这就叫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派黄华和司徒雷登接触，苏联方面那些个别有用心的势力，很可能会借此事做文章，把事态复杂化呀。那我们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按照此前在西柏坡与米高扬同志达成的协议，我们在外交上的一切措施，都向苏联同志通报。我妹妹真的是长大了，这看的书都不一样了啊！那是当然啦。姐，你这一次回来，怎么不把姐夫带回来让我们看看呢？你姐夫是个当兵的，当兵的呢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他随部队南下了，等下次有时间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好不好？我真为你高兴啊！你终于把那个讨厌的人给忘了。我看到你能结婚，能幸福，特别为你开心。好啦，说说你吧，小燕子，在美国读书怎么样？耶鲁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怎么样？不给你丢脸吧？特别棒！我的好姐姐，我听说呢，你在外交部现在可是通天啊，你要不要考虑给你妹妹谋个差事啊？没问题，我妹妹这么优秀。新中国成立之后，肯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太好了！不过呢，要真的去外交部工作，还得凭你自己的真本事，知道吗？那是当然。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должно ли это дело, что войска Мао Цзэдуна, как только вошли в Нанкин, сразу же попытались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еще даже до того, как заключить с нами союзный договор? Обрати внимание на формулировку. Он мне сообщает, а вовсе не обращается за указаниями. Похоже, наше мнение ему не важно.
Если 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имать Мао Цзэдуна, то он направил Хуан Хуа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о Стюартом,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ради того, чтобы разведать замыслы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следу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говорке, похоже, что Мао уже отстоял нашу честь. Поэтому не стоит задуматься о других делах. В общем, шли им телеграмму. Мы целиком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их контакт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В случа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мощи новому Китаю со стороны СШ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 это станет укреплением всего мир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大使先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共派遣黄华担任外侨事务处的主任，专门和各国的外交使团打交道。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来，他也是您的学生，他就是您的老朋友林家图老先生的女儿凌月。太好了，这一定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有意安排的。看来中共和我们的接触是有诚意的。谁的房子？ 有一队士兵闯进来，我去看看。你们是哪方面的？安静！请问你们这栋房子是做什么用的？把你们房主找来，我们部队可能要暂时征用你们这里。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馆。出去！你们给我出去！ 你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凶什么凶？我告诉你，这里的一切早晚会回到人民的手里。就此理，赶紧把你的长官叫来，我要抗议，严正抗议。你给我听好了，我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103师307团1营营长谢宝云，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就行。 先生，你看能不能先把你的兄弟们叫出去啊？有话我们慢慢说，好吧？我去。对不起啊，大使先生。滚！啊！哎，干嘛？你找房子怎么找到这儿了？这怎么了？这里可是美国使馆。使馆怎么了？使馆？你忘了？进城之前，兵团首长和军首长都交代过，凡是涉及到外事问题，一定提前报告，不得擅作主张。 那我是不是闯祸了？你骗我！哎，对不住，大使先生。不过大家都不要激动，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由于我们之间并无外交关系，所以对我们解放军来说，南京城里并没有什么不能进入的禁区。当然，我们解放军会全力保护外国侨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更不会提出任何强人所难的要求。 全体注意！向蹲，后蹲。根据可靠情报，火车很快要进站，照片上的人和他的随从全部赶走。是。美国人落井下石，想甩开我们，没那么容易。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共与司徒雷登的接触。 大
周副主席交代了，南京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一定要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傅先生，黄学弟，欢迎，欢迎傅先生。林小姐，我们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吧？在我看来，这是燕大同学会啊！林小姐，我们见过面的，你还记得吗？有一年春节，我陪同司徒大使先生到您家里拜过年啊。傅先生，咱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如还是先聊完工作，再畅叙同窗之情，如何？好。那我们就开门见山，请。我知道贵党对美国政府还有老校长本人都有一些误会，认为是我们一直在背后支持蒋介石与贵党为敌。其实老校长本人对贵党并无敌意。你们都是燕大的学生，应该很了解他老人家。他这辈子对中国的感情很深，一心只想把教育搞好。当初是因为马歇尔将军的一再盛情相邀，他老人家才接受了驻华大使的这个职务。当然，他当初的初衷也是想为了尽快的帮助中国走向和平。我们不怀疑老校长的人品和他对中国的感情，但是，他出任大使以来的所作所为，完全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至少在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老校长本人，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客，在有些事情上，他也是被蒋介石给蒙蔽了。在这最近1年的时间里，他已经看清楚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和独裁的本质，所以，他老人家已经不止一次地向白宫进言，建议白宫不要再给蒋介石政权任何的支持。可你也不要忘了，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同国民党政权签订了所谓的中美商约，非法获取了大量的在华利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老校长明确表态，只要中共方面愿意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中美商约里的许多条款都是可以修改的。国民党政府撤退之前，何应钦希望美国大使馆随他们一起南迁广州，可是老校长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南京。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而且这一点也已经获得了艾奇逊国务卿和杜鲁门总统的同意。所以他老人家一听说你们来到了南京，非常的高兴，迫切的希望和你们见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都由你们来定。近几年来，美国的援蒋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重大，创痛极深。现在美国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中国人恢复对他的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大使，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使节，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考虑以后再说。需要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个说法有毛病啊！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那美国政府就应该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且断绝与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联系，并且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不是要求美国做出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事。我也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空言无补。我会提醒黄华的。还要强调一点，与斯托雷登的谈话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嘛。在谈话之前，
南京市委应该与黄华再商量一次。在谈话中，如果斯图雷登的态度是友善的，那黄华也应该采取友善的态度，但是不要表现得过分热情，应当采取庄重和气的态度。至于傅静波提出的斯图雷登愿意继续做大使，和我们办外交事务，并且修改中美商约一事，不要表示拒绝。好的。大使先生，好消息！哦，是黄华要见我吗？没错，您猜对了，但是是以私人的身份。别管什么身份，只要能见面就好。那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越快越好，就安排在明天吧。好，那我马上去安排。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明天下午3点，黄华与斯图雷登在大使馆见面。辛苦了。不辛苦，老板。老板，这么多。嘘。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再有第3个人知道。放心，老板，我肯定守口如瓶。情况怎么样？老板，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好。老板，车来了。准备。停止行动。老板，你什么意思？我说停止行动，马上撤退。你别忘了，出来之前，毛局长下了死命令。执行我的命令。老板，马上撤退。是。老校长一听说你来啊，本体有多高兴？司徒伯伯，你看，司徒伯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校长，欢迎。上次见面还是在北平吧？是啊，北平军调处。老校长，您的气色不如以前了，身体还好吗？只要能见到你们俩，我身体充满了活力。亲爱的公主，你父亲还好吗？我父亲很好，谢谢司徒伯伯的关心。这次我来看望您，我父亲还让我转告您说，欢迎司徒伯伯到北平来，让我妈妈给您烧地道的西湖醋鱼吃。哇！离开杭州，我才知道你妈妈烧的西湖醋鱼是最地道的。来，好，这边请。老校长，前些天我们部队的战士误入了这里，听说当时的情况还不太愉快。啊，小事一桩，不用再提。我不希望这种小小的意外影响我们的关系。司徒伯伯，如果说在抗战期间，您勇敢地选择站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列之中，但是后来，在您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您却选择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正是由于您和美国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才发动了内战，导致无数无辜者的鲜血。
流淌在了中国大陆之上。令，现在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和我的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的很多错误，所以我们希望和你们建立新的关系。老校长，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即将成立，我们当然愿意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美国要承认新中国，也有几个标准。首先，中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国家间签订的条约。更重要的是，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老校长，您提到的所谓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如果包括了那些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下产生的不平等的条约，那很抱歉，这样的国际惯例我们不可能遵守。至于是否得到了人民的完全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表现，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是人心所向吗？老校长，既然您表示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那就应该劝说美国政府立刻把驻扎在青岛的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全部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美国军队只是为了保护在中国的侨民安全，绝不会参与中国的内战。不是吧？你们早已经参与了。国共内战一爆发，驻青岛的美军就帮助国民党政权运送了大量的武器物资，还把大批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运送到东北、华北各地。甚至就在不久之前，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上海之时，美国西太平洋舰队的司令白吉尔还放言，要把青岛的驻军派到上海护侨。至于白吉尔那句话，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不过我可以把你们要求撤军的意见转给有关方面。黄华和司徒雷登这次见面还是很有成效的。我们摸清了美国人的底牌，目前他们确实不打算用武力干涉我军南下。青岛解放，驻青岛的海军陆战队撤走，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我觉得可以让黄华跟司徒雷登继续接触。好的，我马上通知黄华。我估计下次见面，司徒雷登会提到对日合约和台湾问题。一定要让黄华正告司徒雷登，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国不应再与这个逃亡政权发生关系，更不应该跟这个非法政府讨论什么对日合约的问题，否则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老校长，您非常关心中美建交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新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援助与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其实我一直觉得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最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以及经济上的援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我个人的意见，希望以后中共多纳取一些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新政府。此言差矣，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容外人干涉。对不起，黄，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黄同学，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
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先共产化呢，还是先工业化？你这个问题提的不对。中国人民现在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至于以后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无需外人干涉。汪，对我们来说，中国问题不只是对华政策问题，也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我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得到完善解决。如果那样，对美苏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也是一大贡献。美国人这是在给我们念紧箍咒啊！他还说，中共近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迹象，让希望保持中美关系人士感到不安。还说我们对经济方面的言论，似乎会妨碍我们同美国发展贸易。说穿了，美国就是希望与我们交往，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干涉我们的内政，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新政权进行控制。他对来北平还提出了2点要求：第一，希望我们官方对他发出一个邀请；第二，他想搭乘南京美军的飞机抵达北平。不行，告诉斯图雷登，来北平只能是私人访问。他不是说要到燕京大学去过生日吗？另外啊，他来北平可以挂一辆卧铺车，如果感到不安全，我们派兵护送，但是绝不允许美国飞机在北平机场降落。主席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哦，说来听听。斯大林撤回了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罗申，并且同意绍熙同志秘密放苏。过几天，绍熙同志就可以动身了。看来啊，随着3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斯大林的态度也在转变，啊，我们要趁热打铁。恩来，通知政治局的同志们，马上开一个会，好好研究一下绍熙同志访问苏联的事情。好的。任天，走。
剑锋同志，剑锋同志，好兄弟，剑锋同志。剑锋同志，多年不见，云天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呢。多谢您的夸奖。我记得我初到赣南的时候，你被分配到我身边当侍从。哈，当时好像也是，身配2支枪，时刻不离我的左右啊。当时责任重大，我真的是不敢掉以轻心啊。啊，云天，你的事情呢，就算是过去了，我已经跟总统讲好了。啊，不过保密局，你恐怕是回不去了。没关系，今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跟着我。谢谢，谢谢你大恩大德。从今往后，我海云天愿为剑锋同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了好了好了，哼，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么说话。来，到那边去说。你的事情呢，虽然是过去了，但是我坦率地跟你说，总统他老人家还是极其不满意的。最近，司徒雷登和黄华已经会过2次面了。据最新的消息，他近期还准备去北平。去北平，是共产党请他的吗？表面的理由是这样。现在杜鲁门那边已经有放弃我们的意思。如果这次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会见了周恩来，甚至会见了毛泽东，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会签订一些什么协议。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恐怕我们今后在台湾都待不下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阻止美国和中共的进一步接触。云天啊，你看，我派你去趟美国怎么样？If you think this money is not enough, I can give you more. 大使先生，毛泽东不是答应您去北平了吗？您还在担忧什么呢？父，我突然有点后悔。我不知道这趟去北平的后果是有利还是有害。
您是担心和毛泽东谈不拢吗？不错，原本我希望通过与中共的会谈，促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他们亲苏的共产主义路线。我试着把这种想法通过陈明书先生转达过去，但陈明书先生给我的反馈让我感觉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的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想法。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觉得中国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还可以建立经济关系。用我们中国话说，叫南辕北辙。不错。而且，现在美国国内的舆论也对我们很不利。舆论？51名参议员联名上书总统，要求重新审查中国问题。大使先生，我敢保证，这一定是蒋介石的人在背后捣的鬼啊！你知道，国会里一直有一个势力强大的亲蒋集团，华盛顿不少主流利益集团也与蒋介石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麦卡锡议员公开跳出来，这些势力聚合在一起，对总统调整对华政策会构成很大的压力。那您的这一趟北平之行，我还是先给总统写一份报告，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利与弊分析清楚，由总统来决定吧。Mr. Secretary of State, what are your comments on the congressional hearing? How far does it affect the administratio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Senator McCartney has been repeatedly asking the White House to pursue accountability for the loss of China. What are your views about this? I have said at the hearing that the corrupt and inept Chiang's regime was doomed and hopeless, with or without America's guidance and aid. So I advise all of you not to gather any conclusions on this China issue yet. We wouldn't get a clear picture of the fall of a tree before the dust settles, would we? So please remember that. This Joe McCarthy is a son of a bitch. But his view on the infiltration of communism is very inciting and inflammatory. From now on,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on how we talk to the CPC in any form. Have you read Ambassador Stewart's report? I think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On the advantages, talking to the top members of the CPC is a very daring move indeed. It may boost the liberals and the anti-Soviet sect inside the CPC. It may show America's willingness to change its views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possib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in US-China relations for the future. But Ambassador Stewart has also made the disadvantages very clear. First, the criticism from such a move will embarrass the State Department. Secondly, it'll create misunderstandings amongst the other diplomatic corps of the countries in Nanjing. They'll think the US government has turned its back on them. First, saying we should stand up together to the CPC, and then casting them aside and contacting the CPC directly. And finally, it would greatly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CPC and Mao himself.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nvoys from foreign governments will start streaming to Beijing to talk to the CPC about setting up diplomatic ties, resulting in the fact that America would lose all control over its allies. Contact Ambassador Stewart. Ask him to suspend his trip to Beijing and to continu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domestic Chines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keep an eye on the CPC's movements.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товарищ Люшайцы.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господин Шаоци. Долго же вы добирались до Москвы. 谢谢。我刚一踏上莫斯科的土地呀，就能见到你，我感到非常荣幸啊。这是毛主席让我带给你的亲笔信，他让我向您问好。谢谢，прошу вас。好好好。Да. Хорошая, на, разберешься. Товарищ Шаоци, я осведомлен, что вы прибыли ко мне с поручением. Поэтому вы не стесняйтесь и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вам нужна какая-то помощ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啊，已经处于基本胜利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要实现民族独立，同时承担起世界和平和民主的重任，平等互惠的与各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这是我们的外交原则。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急于等待那些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认，但是像苏联啊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Одну сторону, это нас удовлетворяет, это одна сторона. Передайте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 пускай будет спокойно. Как только у вас сформируется это народ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мы сразу же первые, которые поддержим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род. Но у меня есть к вам одна рекомендация. 什么建议？ Кондов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ейчас фактически парализовано.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вам не стоит ждать, пока оно сформируется там в Южном Китае. 好的，斯大林同志，您的这个建议呢非常重要。回国以后呢，我们一定会认真的考虑。А еще вопрос займа. Вы просите $100 миллионов. Это 3 года, это 300 миллионов долларов.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 подлежит обсуждению. Без проблем. 这可太好了，这笔贷款啊，对于我们来讲，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呐。Да, и еще вопрос о процентах. Мы для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даем займ под 2%. А вам мы готовы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займ всего лишь под 1%. 1%？ Да. 1%. Потому что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одно и то же.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у вас очень так много трудностей. Возможно,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ли вам
Поэтому мы немного перед вами виноваты. Так что мы идем вам навстречу. Какие еще вопросы будут? 还有这个军队的问题啊。您知道我们的国家呀，现在只有陆军，还没有空军和海军，而且部队的装备呢，与现代化程度也差得很远。Да, как я уже объяснял, что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ы будем оказывать ва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армейскую помощь. Со временем мы вам доставим самое лучшее снаряжение. А также мы поможем вам построить такие заведения, где бы вы могли бы воспитывать сво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谢谢，斯巴塞巴，斯大林同志，非常感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对苏联老大哥给予我们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少奇同志这回访苏，受到了苏联方面极高规格的接待。哦，问题谈得怎么样？非常理想。苏联方面不仅答应给予我们经济援助，而且呢，主动提出贷款利率从2%降到1%。斯大林同志很大方啊。不过我个人的意见，贷款利率还是按照他们给东欧国家的标准，保持2%。主席啊，人家贷款恨不得利率越低越好，可是您这样，主动提出提高利率，这恐怕是破天荒第一人了。我毛泽东就喜欢干破天荒的事儿。斯大林同志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中国有句俗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呐。是啊，主席，还有一个重要情况，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和联合国司，他们联合提出一个托管台湾的计划。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父亲，到了。父亲，这就是台北著名的草山。草山，这个名字不好，太不吉利了。请父亲明示。这不就应验了？你我父子在此落草为寇了吗？那父亲的意思是？本人终生笃信王阳明的哲学思考。他说过：“学须反己，若图责人，只见别人不是，不见己过。”若能反己，就能见到自己的未尽之处嘛。我戎马生涯半生，在此是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未尽之职了。找人，各块石碑，上书阳明山。阳明山？好的，父亲，我记下了。父亲，还有一个事情，日本东京代表团刚才发来了电报，蒙总
对台湾的局势现在颇为担忧。麦克阿瑟提议，想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暂管。什么叫联合国暂管？我看就是他美国人想托管。用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告诉他，台湾绝不需要联合国托管。父亲，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一提议，那会不会变相的帮了共产党的忙呢？经国，当前的国际形势就如同是一盘复杂的棋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零和游戏。我拒绝他美国人的托管，并非拒绝他美国人的援助。我会就此事写一篇声明，请驻东京代表团转交给麦克阿瑟。恩来啊，我猜想蒋介石一定会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但是他对此事发表的声明是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辆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的找到了一把保护伞。他在声明第4条中是这样说的：美国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止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啊，我认为，从战略上讲，美国政府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啊。我准备再发表一篇外交政策的声明，昭示中外，阐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好。我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滚出中国两市。奇怪啊，这中共的态度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